北约新闻发布会被俄军吓坏了，但为何说这就是一群小丑在自导自演、自欺欺人呢？多年来，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持续挤压，为此俄罗斯当然无法坐视不理，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除了多次针锋相对的举行大规模军演外，普京还决定在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建立20个新的军团，以应对北约增兵威胁。除此之外，还加强了对北约的袭扰行动。在近日普京一声令下，北约有2个成员国的总统惨遭俄战机羞辱，尴尬的画面不禁让人吐槽一句：怂成这个鸟样，还敢到处向俄罗斯下战书？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日前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立陶宛总统基塔纳斯瑙塞达陪同下，在一家立陶宛的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突然听到附近有2架俄罗斯军机接近的消息，导致发布会被迫中断，北约发布会当即一哄而散。据了解，双方领导人当时正在立陶宛北部的城市西奥利埃机场举行联合记者会。随后2架西班牙战机接到紧急起飞的命令，拦截了在波罗的海上空活动的俄军飞机。该事件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在公布的画面中不难看出，虽然参与发布会的媒体人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慌乱，但是当地警备队的行动还是非常的井井有条。显然他们平时应该是经常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明知道该基地是应对俄军袭扰的主力部队，为何北约此次要在这儿举行新闻发布会呢？而且西班牙与立陶宛的总统刚好挡在要出行的战机的过道上。对此有分析认为，这就是一群小丑在自导自演、自欺欺人，存在一种故意贩卖焦虑的激动。要知道的是，该机场周边有俄战机活动，就连当地民众估计都知道的常识，举办方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没有特殊情况时所做的一些准备。所以说，北约此次就是故意在这个地点搞这种形式的一个发布会，渲染出一种当地受到了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氛围，为北约绑架民意当工具用，顺便获取军火利益。可能也有观点认为，现实情况是并不是这样，毕竟北约军费充足，设备精良，人员齐备，完全没有必要不远千里万里的赶到俄罗斯边境附近去挑衅。然而就后续的情况来看，北约的初衷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裹挟民意。北约的众多媒体当前纷纷开始渲染起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了。水太深，海地总统被刺杀，要求美军出兵，美国大内幕被揭穿，中国应该警惕。在7月7号，海地总统莫伊斯在家中被刺杀以后，该事件立即引发全球舆论哗然。水太深了，这场明目张胆的刺杀，幕后黑手是谁？又有多少引人思考的细节？为何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据报道称，海地总统被暗杀以后，海地警方声称，实施暗杀的有26名哥伦比亚人以及2名海地裔美国人，其中有3人被击毙，20人被捕，5人在逃。而且海地官方强调，暗杀行动有境外势力参与。海地临时政府还请求美国派遣军队。对此，白宫承诺将尽快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调查，但没有军事援助计划。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据法新社报道称，有11名涉嫌暗杀海地总统的嫌疑人藏匿在台代表处，被警方逮捕，而这个地点就是莫伊斯私宅附近。对此，中方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希望海地尽早恢复社会稳定。但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之前外媒报道，在莫伊兹私宅附近，民众拍到视频显示，袭击者自称是美国缉毒局的特工，不过遭到白宫的否认。随后有海地消息人士称，袭击者并非特工，这些是雇佣军。然而，这种针对性的雇佣兵入侵并非个例。在去年5月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挫败2起雇佣兵海上入侵事件，还逮捕了数名美籍雇佣兵。他们的目的就是刺杀马杜罗本人，并制造动乱。当时白宫也是极力否认。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曝光了美国的计谋。美军复兴的雇佣兵新战争模式再次引发争议。无论如何，这也可能标志全球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从攻击传统军事目标转向攻击特定个人，其次战争越发私人化，许多国家将军事行动外包给私人军事公司，更加隐蔽。最后，美国在中东战场上已经培养了数万名精干的突击队员，用于国防承包或赤裸裸的雇佣工作。承包商占美国驻中东部队的大部分。正是美国将雇佣军用于私人战争，这样多国开始效仿。美国就曾多次支持雇佣兵入侵，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甚至直接派兵入侵。而一些美军不方便公开干的脏事，也将由这些雇佣兵背锅。白宫只需摇摇头否认就行。战争承包已经成为美国一种新的战争方式，美国可能将未来战争的大部分外包出去，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中国警惕的。海地总统被行刺后，真相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海地政府请求美国出兵援助，却为何让拜登手忙脚乱？美国暂时按兵不动，到底是意欲何为？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国相关媒体消息报道，在总统被刺杀后的24小时之内，已经控制了多名嫌疑犯，
有2名是美国公民，另外11人在台海办事处纷纷落网。此后，有官方称这次事件可能系雇佣兵入侵，因为在海地总统刺杀官邸附近的居民在拍到的视频中，袭击者称自己是美国缉毒局的特工，但随后又被海地高级官员认定为是雇佣军。虽说更多的证据似乎指向了美国，看似美国有着雇佣刺杀的重大嫌疑，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自海地前一次总统被击杀后，美国就派军对海地长达20年的占领，也正是地理位置的原因。美国一直将海地视为自己的后院，如今冒险去刺杀后院总统，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依据可循。不过，很多人将注意力放在了美国是不是凶手上面。其实更有趣的是，海地政府官员寻求美国出兵援助，让美国慌了神，拜登也开始手忙脚乱了。因为美国之前就曾在众人之下对海地夸下海口，若有突发情况发生，美国愿意给予海地政府全面的援助。但是现在似乎有点难做了。拜登目前并不想出兵。据美国相关媒体报道，海地选举事务部长在10号向美国发出请求，由于海地目前局势不安，希望美国能够出兵保护海地一些基础设施。但是随后，白宫发言人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提问中就直接表示，目前美国暂时没有想要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但是如果不出兵的话，又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美国政府似乎意识到这次的海地事件并不简单。据悉，本次总统被刺杀引起了当地大量居民恐慌，因为美国是海地最强大的近邻国，居民认为投奔美国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目前有大批海地居民已经涌向美驻海地大使馆寻求帮助。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的话，对美国必定带来负面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直都是一个追求利益的国家，如今美国不想出兵，是因为海地没有任何利益可循。而美军还没有从阿富汗完全撤军，此时又派兵前往海地，不但会再次陷入泥潭，还有可能损失一部分兵力。但是如果不派兵支援的话，一来自己在先前就夸口要帮助海地，现在反悔会损害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二来在海地内部局势混乱，可能会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拜登现在手忙脚乱，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总而言之，美国是一个时刻把利益摆在首位的国家，如果得不到利益的话，美国就不会合作。所以一些甘愿为美国充当马前卒的西方国家应该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不然面临的就是被美国卖了还要帮着数钱的局面。中美局势或将再次升温，美军舰再度进入我国西沙领海，我方不再退让，是时候应该下定决心。美国内部丧钟已敲响，戴旭大笑点评令国人兴奋不已。近期以来，美国凭借着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横行霸道，肆意制裁对美国霸权产生影响的国家。中国快速崛起，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进而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在拜登看来，只有遏制住中国的发展，让美国实力远超中国，美国才能在国际上肆意妄为。所以军舰军机来中国领海航行也变成了美国挑衅解放军的重要手段。据观察者网援引南海战区相关消息报道，12号我国西沙领海海域出现一艘外来军舰，经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这艘军舰正是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我国南海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表示，美国这艘导弹驱逐舰未经过我军批准，擅自进入我国西沙领海，这样的行为是对解放军耐心的恶意挑战。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美国海军擅自进入西沙领海，是对我国维护主权决心的恶意挑衅，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损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核心利益，破坏了我国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美国应该明白这样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军一直以来不顾中方的警告，对中国解放军的耐心肆意挑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对于美国这样厚颜无耻的国家来说，我们讲再多道理都是没有用的。中方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解放军应该敢于亮剑，不用怕先开火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我们一再的认为美国能够听懂中国的劝告，那我们必定会输。所以应该早日丢掉幻想，准备与美国斗争，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才能赢。
对此，我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戴旭空军大校就曾给出过指示，如果美国军舰进入我国领海，就应该直接击沉。我们并不用害怕美国，如果一再的退让，只会助长美国的这种嚣张气势。他们不会明白，我们只是在为了不想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一直遵循互相尊重的原则，不想跟他们计较的想法。所以，面对美国嚣张跋扈的行为，我们唯有展现出反击的决心，才能让这种挑衅帝国主义行为有所忌惮。的确如此，我们一再的退让，美国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只会觉得我们是因为害怕而退缩，所以我们应该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现在的中国今非昔比，不再是美国想欺负就欺负的。如果美军不服气，想撞个头破血流，那你就来试试。中国是不好惹的，也是惹不起的。如果惹翻了中国，也是不好收场的。